7岁的小男孩石娃很早就没了母亲，他一直和父亲还有姐姐相依为命。转眼间，他也到了上学的年纪，而成绩优异的姐姐也将步入初中。可家里的条件实在困难，只能供一个孩子读书。无奈之下，父亲只能用一把勺子决定两人的命运。石娃很幸运地获得了这个机会，可他并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。而姐姐的心里虽然有些失望，但弟弟是个男孩，也是全家最大的希望，所以他连夜给石娃做了一双新鞋，还叮嘱他在学校要好好的学习。开学的第一天，父亲亲自送石娃到村口，他担心石娃的新鞋会被黄土磨破，便叫他把新鞋脱下来，等到了学校再穿。没过多久，他们又被一条大河拦住了去路，而这里是上学的必经之路。父亲为了让石娃练胆子，便鼓励他勇敢往前，直到石娃上了岸，他才放下心来。到了学校，同学们发现石娃竟然穿着开裆裤，就开始嘲笑他。石娃有些不知所措，幸好同桌小丽暗中相助，才帮他解了围。回到家后，他便让姐姐给他缝裤子，姐姐拗不过他，只能照办。一直以来，他不仅是位姐姐，更像是一位母亲。这天下起了大雨，石娃披着塑料膜，正准备去上学。来到河边的时候，他发现同桌小丽也准备过河，但现在下着大雨，河水也涨高了很多。小丽有些害怕，可石娃觉得自己是男孩，又怎么可以退步呢？他二话不说就踩进了河水，小丽也跟了过去。可没走多远，石娃就发现小丽竟然不见了。他感到胆战心惊，便马上跑回家，学也不敢去上了。不久后，小丽的尸体被打捞上岸，石娃也参加了葬礼。他的心里充满了愧疚，认为是自己害死了小丽。从这以后，他不敢过河，也不敢去上学，但他不想让父亲知道自己逃学，所以还是和从前一样，假装每天出门上学，放学的时候才敢回家。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父亲最后还是发现了，他将石娃狠狠地打了一顿，还准备亲自送儿子去上学。两人走到那条大河的时候，石娃又停下了脚步，想起小丽溺水的事情，他终于忍不住放声痛哭。父亲见状就将他背了起来，还不停地安慰他。河水有涨的时候，也有涝的时候，学要天天上，一天也不能含糊。石娃将父亲的教诲记在了心里，对学业也不敢怠慢。几年后，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乡里的初中。因为路途遥远，他选择了住校，只有周末放假的时候他才有空回家。而初中要学的知识有很多，开支也添了不少。虽然石娃很清楚家里的难处，可每天被老师追着要钱，他也觉得非常丢人。父亲为了赚钱帮别人拉二胡，好不容易赚了12块钱，还让女儿转交给石娃，却对自己摔伤腿的事情闭口不谈。可石娃却说学杂费要30块钱，这12块钱还远远不够。父亲听到后有些为难，他也想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，但自己能力有限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而石娃在学校里的生活也并不好过，尤其是冬天，同学们从家里带的馒头都结冰了，需要用热水浸泡才能勉强吃下去。这天晚上，姐姐连夜来到学校的宿舍，还给石娃送来了热气腾腾的包子。大家都很羡慕石娃有一个这么好的姐姐，可石娃的心里却很不是滋味。她总觉得父亲偏心，姐姐这些年也受了不少的委屈。我一直觉得爸有点偏心。你胡说啥呀？就是他让我上学，不让你上，让你拉水做饭下地干活，要让你上，你现在就是大学生了。话还没说完，姐姐却流下了眼泪。姐长这么大，还没人对姐说过这样的话。姐姐的心里虽然有些失落，但以家里的情况，能供一个孩子上学已经很艰难了，所以她希望石娃不要责怪父亲，因为父亲也有不得已的苦衷，而且她还决定用自己的幸福来成全弟弟的学业。周末放假的时候，石娃刚回家，却发现门口贴着红色的喜字，她发疯似的质问父亲：姐姐去哪里了？当她听说姐姐嫁给了隔壁村的徐老三，就感到悲愤不已，因为徐老三是个身材矮小的男人，又怎么配得上姐姐呢？但是为了供石娃上学，这也是姐姐自己的决定。石娃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，心里也恨透了父亲，所以他立马回到了学校。教化学的刘老师递给他一本资料，让他去参加全国奥林匹克化学竞赛。可石娃不想参加，因为自己交不起报名费，
没想到刘老师已经把钱准备好了，还说这些钱是借给石娃的。为了不辜负刘老师的期望，石娃经常彻夜苦读，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他在比赛中拿到了1等奖。学校为了表扬他，还举办了一场颁奖典礼。在发表获奖感言时，石娃忍不住说出了自己的心声：我上学的机会是赚少赚来的。我妈死得早，我爸供不起我和姐姐一块上学，我爸就用拽勺子的办法做了个决定，少爸偏偏指向了我就上了学。我姐姐退了学。石娃的心里充满了愧疚，而父亲也在责怪自己没本事，为什么不能让2个孩子都上学呢？他让石娃把获奖的消息告诉姐姐，却发现怀孕的姐姐在地里干活，父子2人赶紧上前帮忙。可在回去的路上，父亲不小心摔了一跤，但他不想让石娃担心，就假装自己没事。可石娃回到学校后越想越不对劲，他请假回到了家里，结果发现父亲已经中风，邻居们将他抬到医院救治，虽然人是醒了，但下半身却瘫痪了。从这以后，石娃就在学校和家之间来回的奔波，他不仅要照顾父亲，还要兼顾学业，最后还很争气地考上了省城师范大学。他以后想当一名教师，和刘老师一样教书育人。可石娃如果去上大学，父亲一个人在家里又该怎么办呢？他现在虽然可以下地，但行动还是很不方便，就连做个饭都差点把家给烧了。石娃为了照顾父亲，就打算不上大学了，甚至还扔掉了录取通知书。这是咋回事？这是咋回事？爸，我不上学了。你说啥？我不上学了，爸。你敢？爸，我不能丢下你，自己去城里上学。父亲对此非常生气，2人吵得不可开交，谁也不肯让步。姐姐知道后不想耽误石娃的前程，就想把父亲接到婆家生活，可父亲却一口拒绝了。他对女儿有太多的亏欠，现在又怎么好意思添麻烦呢？他让石娃不要管自己，眼下上大学才是最要紧的事情。可想到父亲要独自生活，石娃还是有些于心不忍。而父亲也明白孩子的一片苦心，他找到了村长，想申请村里的5保户。可村长告诉他，申请条件必须要无儿无女，可他有儿有女，是不能申请的。无奈之下，父亲又用老办法替自己做了一个荒唐的决定。这天早上，石娃醒来时发现父亲突然不见了，院子里的大黄狗对着水井不停地乱叫。他意识到情况不对，就马上跳到井里，把想不开的父亲救了上来。而父亲不想成为拖累，所以才会用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。为了防止父亲寻死，石娃就答应他，自己不会辜负他的期望，也一定会去上大学的。村长知道后就上门了解情况。你考上师范不容易，村上商量过了，把你爸养起来当5保户，你安心进城念书啊。不了，不用给村里添麻烦了。咋，你不上学了？上。不管你爸了？管。那你咋办？我背着我爸上学。背着你爸上学？原来石娃已经拜托刘老师在城里给他租了一个单间，他决定背着父亲去城里上大学，这样既不会耽误学业，也能够在身边照顾父亲。不久后，父子2人收拾好行李，走上了去省城读书的路。他们又来到了那条大河的面前，以前是父亲背着儿子过河，现在是儿子背着父亲求学。他瘦弱的身躯背的不仅仅是体弱多病的父亲，而是一个沉重而又充满希望的未来。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，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因为目睹过生活的艰辛和父母的不易，所以懂事的也特别早。在其他孩子还在享受童年时光时，他们却已经背负起了家庭的重担。愿他们的善良能被温柔以待，所有的付出也不会被辜负。